着街巷，柠檬搭配咖啡，默契却慌张。大雨滂沱的片刻，回忆重现被勾勒，你的眼眸像天空，蔚蓝清澈，时间铭刻，手心的温热，平静的风就像转了弯，交集璀璨光泽，让人雕刻美好的轮廓，把你所有梦境都加在独家的角色。无论云端海底，只会奔向你，瞬息万变世界，想把你冲击，就是涌向岛屿，我坚定走向你，哪怕月落心意。You are the only one, you are the only one。生命镶嵌了幸福彩虹，上演最美的重逢。真正天然矿泉水，水中贵族百岁山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真的，医生真的这么说的？真的呀，医生说这次用药效果有明显的改善，您可以出院休养。过几天呢，我们帮你办理出院，然后咱们就回家。哎呦，那回家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那麻烦你们帮我把老房子收拾出来啊！怎么了妈？你讨厌我呀？不想跟我一起住啊？哎呀，你这孩子这说什么呢？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。哦，那你不讨厌我的话就行。那我陪您回老房子住。这怎么可以呀？你们这刚结婚的小夫妻，我怎么能让你陪我呢？怎么不行呀？你看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住，那说明你肯定讨厌哪个人吧？那不是我的话，肯定是他啦。反正呢，我们不会勉强你，但是又不能让你一个人住，所以只能我陪着你了。不是小宁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呀？哦，那咱们就回家住吧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这小脑袋瓜儿啊，心思全用在妈妈身上了。逗你玩玩嘛，高兴一下，回家住啊，说好了。哎，静佳，哎呀，静佳来了，哎，小鸡，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挺好的，给你炖的蘑菇汤啊。哎，我本来想炖个鸡汤，鸡都买了，他不让炖。哎，亲家这免阻液化不能补雌激素，你还弄鸡汤，你这胡来是不是啊？喝鸡汤啊，能补雌激素那是伪科学，而且啊，那叫免疫阻化，不叫免阻液化啊。你听懂了没有？哎呀，你们这隔三差五的来给我送吃的，我胃呀是真享福，潇洒得很。你看这吃的滚圆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不只有吃的，我给你带个好东西来。啊，这个是我新买的啊，沙三国，你看看。三国杀。杀三国，杀三国啊！天王老子来了，今天他又叫杀三国。其实我还挺羡慕你和你爸妈之间的关系。我跟我妈，其实，在咱们俩好之前啊，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比现在还要糟糕。之前我有3年的留学经历，直到去年，因为她生病了，才回到了京城。其实我妈一直就觉得她不太了解我，我也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亲近。还来得及。等咱妈出院了以后，你多花些时间陪陪她。她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就是老天给你的机会，你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别给自己留遗憾就好。听明白了。您好，
厉害啊！周洋酒店可是块硬骨头，江总走之前一直惦记这事儿，没想到你刚接触合同，这不到1个月就拿下了。运气成分在，主要是靠大家一起的努力。师哥，你太谦虚了，所有人都知道那个老板有多难搞，你这么快就能搞定，那肯定是个人业绩。小唐，咱们在银行工作呀，还是尽量不要议论客户，尤其是不能给他们贴标签。自己人嘛，哎呀，随便说说，随便说说啦。师哥说的对，我下次注意。哎，领导，他谈这么大个业务，晚上是不是得搞点庆功宴？哎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。明天周末我得带我妈去老家去扫墓去，今天晚上需要回去准备准备。这样吧，等咱们合同正式签订了，庆功宴我来安排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好，哎，工作。师哥，小唐，我说过在咱们公司。季总，我刚刚太着急了，忘了，我下次注意。这个事儿呢？我们上次去医院看阿姨了，但我问了医院，说现在护工都是1对2的，我觉得可能会对阿姨照顾不周。要不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刚好是开护理医院的，我们帮阿姨请一个吧。啊，我可以要折扣，价格比医院便宜了不少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妈很满意现在的护工。她不需要，谢谢啊。那要不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下班之后，去医院陪阿姨聊聊天。我其实本来是想直接去的，但是我怕你会觉得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故意接近阿姨。我其实就是觉得阿姨年纪大了，挺孤单的。你工作忙，我替你去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没这个必要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我跟阿姨挺聊得来的，而且当妈妈的，如果看到孩子身边有合适的人出现，她应该也会放心吧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真的不需要。而且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先回去忙吧。你明明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。工作时间本来不应该说这些，但为了避免之后的麻烦，我想我还是应该把话说清楚。我有喜欢的人，我们没有可能。是谁啊？季总，你要的资料拿来了。听到了？态度很坚决，表现不错。还给我。丽民呐，我跟小恒这好多年没有一起来看你了。以前我自己来，每次都跟你絮絮叨叨的说好多他的事情，每次都跟你说下次要带他一起来，糊弄了你这么多年，别怪我。你看，我今天就说话算数，带他来看你了。小宁，来，让爸爸看看。丽民啊，这是我们儿媳妇，小宁。小宁人好看，心眼儿好，是个好孩子。有她陪着小恒，我们都可以放心的。
去跟爸爸说2句话吧。不用。很久没来看爸爸了吧？去吧。我挺好的，妈也很好。我们之后会常来看你的。爸。慢点啊！这太久没回来了，咱们收拾收拾，今天晚上将就一晚。全家福嘛，那是小恒8岁生日的时候拍的，在院子里拍的。你小时候可没有老干部的潜质啊！妈，你这饺子馅弄得可真香啊！我离这么老远都能闻着香味儿，怪不得玉恒喜欢呢。那配料都给你了，过程你也都拍了，你那么聪明，琢磨2次就会了。你包的，他肯定更喜欢。我可没这个自信。您刚才不是说吗？他小时候吃2口，就哪怕是少放了2滴香油都能吃出来。啊，我肯定不行。那会儿啊，我只要一包饺子，他就招呼玩得好的朋友到家里来吃。全是男孩儿，那都是长身体的时候。我这饺子一出锅，一眨眼就没了。然后他们就说他个子高啊，都是让饺子给催的。他初中的时候啊，那个头在班上是数1数2的。那会儿爱打球，每天放学呢，都要打那么1、2个小时，运动量大了，人就不容易胖了。有一段时间看着呀，就跟营养不良一样。他自己照照镜子还说呢：“哦，我怎么像个豆芽菜？”妈，我听您说他小时候感觉很逗很可爱，跟现在好像不是一个人。他爸走了以后，我跟他是疏远了很多。现在想想，脑子里面能回忆得起来的，就他小时候这点事。现在啊，你比妈要了解他多了。妈，你看这个包的还可以吧？
这个还行。喝前摇一摇 Q 弹爆有料的畅清谷物爆珠酸奶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点蜡烛过生日，来吧，吹蜡烛，吹完蜡烛，我们吃蛋糕啦！好，这还没许愿呢，怎么就吹蜡烛了？你们这爷俩真是的。那我现在就许，我希望我能天天吃到妈妈包的饺子。哎呦，天天让妈妈包饺子，那不把妈妈累坏了？咱们换个好不好？那我希望爸爸妈妈能长命百岁，我们一家永远生活在一起。哟，这个愿望好啊！哎呀，那这个愿望就一定要心想事成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拍张照。来，来，一航。笑呀！来，生日快乐！妈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床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。来的时候路上睡了一路，现在睡不着了。是吵醒你了？喂，我正好接了几个工作电话。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东西。睡不着，拿出来看看。这张照片和里边那张是同一天拍的。你爸爸呀，一直把它放在钱包里，随身带着。这是我们说起去云南的事儿之前，我先许了一个愿，我说我想每天都能吃到妈妈包的饺子。我爸说不行，这样你会太累了，他让我换一个。你居然还记得？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多好啊！其实，今天给爸爸上坟的时候，我看出来他有心事了。一恒他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就像个闷葫芦一样，不爱说心里话。
你得去激发他。妈妈要是愿意的话，正好趁这次机会，找时间跟他聊聊，也正好问问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小恒，有句话，妈妈一直想问你：你爸爸去世那会儿，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怪我们？爸爸自杀了。妈妈崩溃了，整天要死要活的。都过去了吗？时间过去了，不代表委屈也过去了。那时候，我是气你爸。有苦他不跟我们说，我也怨他就抛下我们，自己一个人一死了之了。我这每天呢，又是埋怨，又是伤心，所以我不让你提他，我不让你给他扫墓，但是我忽略了。是个孩子，是个刚失去爸爸的孩子。那会儿你又要学习，又要照顾妈妈，还要面对大家对你爸的那些议论。那么多的苦，你就一个人承受下来。我今天扫墓的时候，我看见你，当着我的面，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跟你爸说话，都是因为当年我。这些年，你在外面念书，可是除了饺子，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也不知道你遇到过什么困难，你是怎么扛过来的。别人都说你好独立，但是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没有依靠。小何，这么多年，妈妈欠你一个道歉。对不起啊，这些年你一个人过得很辛苦吧？
不用跟我说抱歉的，因为爸爸的事儿，我确实怪过你们，怪他说走就走，我怪你不够关心我。其实我特别不理解，为什么我爸走了，你会那么崩溃？直到后来我遇到了小宁，我才知道真正相爱的人，可能真的离不开对方。你要不是因为我，可能也去找爸爸了吧。爸，这些年咱们娘俩慢慢的疏远，是因为我没有给你这个机会。对不起啊，妈，这些年你一个人也很孤单。我努力的成为你们的依靠，咱们一起把逝去的时光找回来。一定会的，妈。一定会的。一定会。小妞跟你说啊，他们家这瓜子味儿啊特别好。起来啦，睡得好吗？我倒是还好。怎么起那么早？小宁啊，说她昨天一个晚上都没做梦，睡得沉，所以起得早。哎，桌上有早餐，你去吃啊。你们吃过了？我们都吃过了。妈，昨天晚上您睡得还好吗？我睡得挺好的。今天正好有时间，要不我们陪您去镇上转转？哎呦，你就别陪我了，带小宁啊，出去好好转转。我呢，一会儿想再去趟墓地。难得回来一趟，我呀，想和你爸爸再说说悄悄话。让他带你好好转转啊。好。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啊，怎么啦？中彩票啦？昨天晚上跟妈聊天，你不是听到了吗？我可没听到，我昨天睡得可沉了，什么都没听到。是吗？但我昨天回到房间的时候，怎么突然看到一个飞奔上床的影子？不是你，那我的。你别吓唬人行不行？我不是那种偷听别人说话的人。昨天晚上妈说她身体状态好很多了。这次回去啊，咱们给她办个出院手续，可以接她回家了。真的？怪不得今天要一个人去找爸聊天，说点悄悄话，好事儿。是不是想问，我爸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是想问，但是你说不说都行。我知道这是你心里的一个伤疤，
等你想说的时候我再听。不碍事，只要是你想听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走。爸爸当年也是在银行工作的，但是后来他卷入了一起非法贷款的案子。那时候整个银行的放贷流程都非常不正规。他的老邻居经营了一家小工厂，后来为了筹钱，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，向我爸的银行贷了很大一笔钱。再到后来，这个厂子因为经营不善，就倒闭了。这个人携款潜逃，我爸就很想把这笔钱给追回来，但是没想到对方的父母以死相逼，还说整件事情我爸爸收了巨额的回扣。他们用吃安眠药的方式跟我爸对抗，他们把安眠药换成了维生素。整个人是毫发无伤，但一直都住在医院装病，还说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我爸。当时这件事儿闹的是人尽皆知，我爸是有理都说不清，也成为了街坊邻居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。小安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爸爸出事了，身上全是血呀！赶紧回去看看。我不记得那天我跑了多远，也不记得那天跑了多久，我只能记得那天我跑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的哭喊声。我爸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他特别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是春天的一个傍晚，他选择了跳楼。他选择了用自杀的方式，洗刷了自己的冤屈。但是他走了以后，我妈她崩溃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妈都处在崩溃的边缘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过日子。所以我们在天坛见面那次，就是那个时期。是。那时候我感觉全校的同学好像都在议论，应该说是鄙夷我吧。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去天台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坐在那里，看着远方。我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。在天台上看着晚霞，就像是那天我爸自杀的时候那样。其实我特别希望这是一场梦。放学回到家，我爸我妈能够说说笑笑的去迎接我。结果还被我误会了，我以为你要跳楼。不瞒你说，那时候有过这个想法，但是一想到我妈那么崩溃，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。所以那段想死又不能死的日子，是我人生当中最灰暗的一刻。所以确实是你救了我，也让我的生活里照进来了一束光。原来我们俩的缘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而且也多亏了有你。你是那时候唯一一个关心我的人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我确实应该跟你说声谢谢的。谢什么？我举手之劳，而且我也不亏呀。你现在不是以身相许了吗？再到后来，我就立志，想要到内控合规部工作，多少也是受了我爸的影响。我希望能够再努力一点，能够让整个行业的流程变得更规范，也更透明。哪怕我只能做一点点的贡献，说不定就能阻止一个家庭的悲剧了。所以，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。只是我觉得很可惜，爸爸他并没有看到我进到银行系统，也没能看到我从内控
到了1五考，更没能亲眼见到他的儿媳妇儿。这个娃娃真可爱。对，这个应该放到房间里摆起来。挺可爱的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带你去。好。试试点一下。原来你真的会弄啊！我以为你就说着玩的呢。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来做，那个时候学习学得很累，这个就当是解压了。不过上了大学以后，基本上就没做了。原来那个白月光泥塑娃娃是他亲手做的。真不错。其实我们这个镇上啊，最有名的就是手工艺制品，玻璃、泥塑、藤编。哦，这家店的老板呀是我表姨，小的时候我妈经常带我来。那你干嘛要去银行工作呀？这么好的收益，不是浪费了吗？好好培养培养，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呢。小脑袋天天想什么？怎么样？想好再做一个什么？想好了，做一个大的全家福，有我爸我妈，你爸你妈，还有我们2个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这人可不是很好做呀，而且一次性要做6个。你会做，我为什么不会做啊？我可以的。哎呀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别来打扰我啊。那我不管你了。走吧。做的怎么样了？做好啦，你看。嚯，还不错呀。那当然。谢谢表姨。不客气，拿回家放在不容易碰到的地方摆好，避免阳光直晒啊。好。以后啊，这也是你的老家了，有空啊，多跟你的婆婆回到镇上逛逛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年轻人一个个走出去，就剩我们这些老东西了。对了，表姨，对过那家做玻璃的兄弟去哪儿了？他们去年啊，飞黄腾达到市里开公司了，专做家装落地玻璃。听他爸妈说，2兄弟啊，计划今年把公司翻一番，做大公司呢。做大公司啊？表姨，你方便把他们的电话给我吗？他想做大公司需要资金吧？如果要贷款的话，可以来找我。真会把握机会啊！这是职业敏感度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一个镇上的自家人，回头我把号码发给你啊。谢谢表姨。这孩子真是客气。付钱呀？哎，我可不要啊！小恒难得回来一趟，我可不能收他的钱啊。小恒啊，以后啊多带妈妈回来，让我们老姐妹啊有机会聊聊天就行了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就谢谢表姨了。哎呀，客气啥？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表姨再见。走了，表姨。小娘这手真巧啊，真好看。妈，您是不知道，小宁呢不光是手巧，心思还很活络。刚刚我们做这个泥塑的时候，还想着发展一下客户呢。当着妈的面你就别寒碜我了。没关系，我呀就这么坐着，看看夕阳，吹吹晚风，再听你们呀聊天逗趣，开心着呢。妈，等有时间咱们自驾游北上，去大草原吧，你肯定喜欢。好啊。
养身体养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呢，叫上你爸爸妈妈，咱们一家人出去自驾游去。啊。哎，要不我去学个车吧？我现在这个年龄还能学吗？当然可以了吧。那我陪妈练车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明天岳恒要出差2到3天，签一个合同。等他回来了以后，我们就去医院接您回家，正式回家了。太好了。你的呢？我看看。要我说，你干这行呀，可惜了。要是再培养培养，说不定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。考的怎么样？哇，好看！这把红伞，普灵，这不是我爸公司的吗？哦，我记得你也有一把。说不定这把就是那把。这不就是个赠送的伞吗？你怎么那么喜欢它？这是我第一次接你下班时的伞，不记得了？记得，当然要记得。那些交汇的时刻，早已经被我上了锁，安放某个角落，等待着再次紧握。那珍藏的、无声的片刻，私藏的如微光倾落，照亮我反复的临摹，从未被割舍。那不易的永远的承诺，私藏的还在心底炙热，因为是你，我才成为这个我。夜色吞没黄花，只剩影子紧跟。你是那盏